嗨，大家好，我是 Gaston。实不相瞒，今天我们要来分享一种非常适合在家里自制的简易法式酥皮 Ruff Puff Pastry。我们需要的食材有冰奶油170克、盐3克、细砂糖4克、冰水100到110克、中筋面粉170克。先将面粉、糖和盐一起过筛，充分混匀。冰奶油不用冷冻，切成2公分左右的小块。把面粉均匀地覆盖在每一块奶油上，不需要揉捏，同时要留意不要让奶油过度软化。将冰水分次加入，每次大约1到2大匙左右。混合直到成团即可。混合后的面团要明显的看到奶油块。把面团擀成1公分厚的长方形，将面皮两边往内折3折，包上保鲜膜，放入冰箱，让它松弛30分钟。来进行第2次的折叠。
在擀面的时候要以轻压短擀的方式进行，不然很容易把奶油挤出面皮。第二次折叠，改以底部往内折1/3，然后上方往内折2/3，然后再对折。包上保鲜膜，送入冰箱松弛15分钟。来进行第3次的折叠。要留意，在擀面的时候，一定要把面团的折叠开口朝上。擀的时候一样是轻压短擀。第3次折叠跟第2次是一样的，双折后再对折。包上保鲜膜，放入冰箱冷藏松弛15分钟。接着进行第4次的折叠。同样是双折再对折，这时候的面皮已经堆叠了192层。完成的面皮可以在冰箱冷藏最多24小时，或冷冻最长1个月。要使用时再对折一次即可，这样就有384层了。法式酥皮
光听这个名字呢，就让人想到那种层层叠叠、烤到金黄酥脆，一口咬下去还会掉渣的酥皮点心。那它不仅有颜值，口感也很讨喜。不过说到酥皮，相信很多人第一个反应就是好像有点难吧。但其实它的原理很简单哦，就是利用反复折叠的手法，让奶油在烘烤的时候产生蒸汽，然后把面皮呢一层层的撑开，变成又酥又松的千层结构。传统的法式酥皮，它的做法呢是要准备2个部分，就是奶油层跟面团层，然后把奶油擀成一个固定的大小之后呢，再包进面团里，然后之后经过反复的折叠、冷藏，然后创造整齐有序的那个油面层次。那这种方法呢，做出来的口感最细致，可是它需要比较长的前置时间。而我们这次分享的是一种比较相对简单，而且轻松又简易的版本的酥皮做法。只要把所有的食材呢都混合在一起，成团后再像传统的做法那样进行折叠。这种做法虽然它的奶油层的分布不是很规则，层次也没有传统的酥皮那么的明显，但烤起来一样有令人满意的膨胀，还有酥脆的效果。那最重要的是它很简单、很省时，而且零失败，真的是零失败哦。不管是烘焙新手，或者是想要快速做出好吃酥皮的人呢，都非常推荐用这个方法。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跟大家分享制作简单酥皮要留意的小地方。首先是油粉比例的部分，用不同的油粉比例呢，它会创造出不同的口感和蓬松度。最常见的油粉比例呢有3种，第一种就是我们这一次分享的1:1的比例。那这个比例算是很适中的选择，烤出来的酥皮会膨胀得很好，那口感很酥松，又不会太油腻，非常的万用。而油粉比例像是2:3，就是油比较少，粉比较多的，是很经典的法式酥皮比例。那烤出来的口感呢，特别的酥脆，也很清爽，但膨胀度呢会比1:1的比例低一点。那它很适合用来做不需要膨胀度很高的点心，像是蝴蝶酥或者是一些派皮等等。最后是油粉比1:2:1这样子，也简单讲就是油会比粉多一点。那这样烤出来的酥皮呢，它的膨胀度最好，口感非常的酥松松软，然后但吃起来呢会有一点点偏油的感觉。基本上奶油的比例越高，它做出来的酥皮呢就会越蓬松，然后当然也会很容易变得比较有点油腻。那大家可以依据不同的点心来调整它那个奶油的比例。再是折叠的方式，在制作酥皮的过程中，折叠的目的呢是要让面团产生多层次的分层。那这样烤出来才会有酥脆可口的那个口感。最常见的折叠方式呢，它有2种，一种是单折法，一种是双折法。单折比较简单，就是把擀开的那个长方形的面皮平均分成3等份，然后像折信封一样，把左右2片这样子往中间叠起来。那双折法呢，则是把面皮摊成4等份，先把左右2边向中间线对折，然后再整个再对半折起来。不过呢，今天我们分享的做法很特别，是参考法国斐航迪学院的手法。那这个方法虽然也是双折，但它的特别之处在于折叠的位置是不对称的，它的中间线会偏移。简单来讲呢，就是把面皮想象成6等份，那一边向内折1/3，另一边折成2/3，然后再对折。这种不对称的折叠方式呢，它能够确保面团的每一个部分都能在每一次的折叠时被充分的利用到。那最终做出来的酥皮呢，它会有均匀而且连续的层次，口感更加的完美。但要留意哦，酥皮并不是折叠的次数越多越好。你折太多呢，你可能会让面团变得太紧实，不好擀开，而且它的油脂层呢会变薄，而且容易破坏，间接影响了膨胀的效果，而且还容易使油脂溢出。那我们有折过81层、192层，以及这次影片中的384层。那最高折过有768层，口感上的差别我觉得不是很明显。那影响比较大的还是在奶油的比例。所以酥皮制作的重点在于确保每一次的折叠都要均匀完整，而非追求最多的层次。这样子呢，才能烤出层次分明而且口感很酥脆的成品。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咯，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是 Gaston， 欢迎加入我们的频道会员，别忘帮我们按赞、分享、订阅，也欢迎大家来追踪我们的 IG、Instagram， 我们下次见了，拜拜。